巴黎在举办这个航空展，第一天，法国下令关闭5座以色列的展厅，所以以色列抗议，不给你展览了，你这个穷兵黩武，左打哈马斯，右炸伊朗，老共到去了，他的歼20、歼35，歼10，这个运20等等通通去了那特别呢，他的这个歼35引起大家的瞩目了第一次这个秀，不怕你看了，看吧，它的隐身性能是世界第一的那另外呢，雷达也可以隐身，红外线可以隐身，用光学它也可以隐身，用声学可以隐身，所以你有各种方法来测，它通通可以隐身。那飞得更快，航程更远那另外呢，这个它有双打，老共是全世界现在唯一的有2个歼20跟歼35隐形战斗机，别人比如说美国 F35可能可以隐形，但是呢，老共是有歼20、歼35A 2种隐形那另外呢，当然这是他很瞩目的，就歼10也去了，因为在这个印巴的这个空战里面呢，歼10把法国的标风打下来了。那这是由法国举办所以呢就没有人说死对头又来了现场会开打吗？现在当然不会开打了那另外呢，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海鲲舰今天上午出海那大家都还注意说，我看那个会不会下沉？他今天没有下沉，他今天只是在水面上航行测试测试它的发动机等等这些东西将来真的要海事还很复杂的，深就是浅的下沉，深的下沉，还有各种作业系统、武器系统，通通要演习了那所以呢，这是第一次的所谓海测但是至少他离开了高雄港，从港口出海，要在海面上走了3个小时好，那么另外呢，这个无人艇除了海鲲今天很热闹，无人艇的50比武大会因为呢他们要选全世界都来看谁的无人艇比较棒这比较大。上次不是有一个小无人艇失踪了吗？他们还悬赏去找嘛，还把它找到了那美国跟乌克兰都派人来观摩，看看到底你们无人艇怎样那这个隆德的黑潮无人船，美商的无人船然后呢说这跟乌克兰战场用的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无人船一共有大概12个外商来加上中山科学院一共13个所以呢这个中山科学院的院长就感谢大家不怕不会避讳到台湾来，选择民主自由的阵营等等所以呢有12家外国，国内外了，不只是外国了12家说呢在6月17、6月18在苏澳外海呢，大家比赛看谁的功能比较好，看一下。数名人员站在帆沼上，光电桅杆竖起。海鲲潜舰17号一早9点前进行首次海上测试。以自主动力离开高雄港，台船和海军全程戒护，象征国造潜舰里程碑同一时间在苏澳港。无人艇依序出港，3大国内业者比武大会登场。50间。雷虎科技的海沙800表现令人不禁联想，乌克兰自杀式无人艇也是高速冲撞击沉俄国小型护卫舰。探机的探险家1号出了点状况，隆德同样花时间排除。AIT 人员也有到场参观，因为多家美国厂商也有参战，喊出技术和产品很成熟，美军已经在使用。现场也有乌俄战场实战经验的厂商，有软硬体量能，更与中科院签署合作 MOU。军事和侦搜用途的无人艇属于消耗性的装备，而采购数量呢，相信也是非常的可观。因此，国内外厂商呢也看准台湾的市场，希望能够抢下订单。那志轩，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艇等等相关的科技我个人是觉得政府真的是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去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海鲲号之前讲说一次要做7艘等等，那今天这个第1艘在我们看到在海实测。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大概是今年年初吧收到的讯息。去年的时候，其实民进党派了一团人去美国，里面包含了一些民意代表以及国会助理。
去到美国，他们有相关的闭门会议，其实也不是说机密，就只是说他们的会议。美国人清楚的提到，他说：“我真的看不懂你们台湾为什么一直要做那个潜舰。你们台湾海峡就这么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柴油引擎的潜舰在底下不会被知道吗？然后你们要做那么多艘，这是很活生生血淋淋美国人的意见。那在台湾要投入这么庞大的军事资源在海quân舰，也做了，也下水了。那现在其实大家就是监督它做好。”它的功能没有问题，安全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现在期待看到的。但是在未来军事布局的策略上面，我认为需要做大幅度的调整。台湾我个人不认为要需要这么多的潜舰，我认为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所谓的无人艇或者是无人机。我们从刚刚不管是中东的战争、乌俄战争，我们都可以看到无人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你不得不去承认一个现实是什么？是对岸现在的无人机科技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恐怖。那反观我们禁用任何红色供应链的零件，那我们自己的无人机又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要去反思的。那我想提一下，刚刚川普提前撤离这个 G7 这件事情，因为对我来讲，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是很讶异。除了当然是给这个伊朗一个震慑，不管他调度他的飞机、他的潜舰以外。G7 的定义是什么？是民主这些同盟这些国家针对经济政治上面的一个平台。他公开的讲说，他要邀请他是觉得应该要邀请俄罗斯，甚至中国。大家不要忘记，俄罗斯为什么被踢出 G8， 是因为2014他去并吞人家这个克里米亚。那中国更是没有到达所谓的民主标准，所以他今天抛出这样的议题的时候，我认为他要干嘛？他是要去重新定义 G7 的定义。我认为这个会变成更实用的一个。利益上面的交易平台，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认为让这些欧盟国家应该是很错愕的，所以是两面手法。一方面，当然他赶回美国去处理所谓的伊朗、以色列的问题；二方面也是让 G7 他试图的去重新定义这件事情。哎呀，川普朋友乱讲一通，反正兴之所至随便讲。当时跟伊朗的这个核协议，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邀集这些国家出来，包括法国、德国、美国一大堆6个国家签的那个核协议。到川普谈了5次哦，到川普1.0，到川普1.0就把他踢掉了，他推翻了，不参加了哦。然后呢，这个到了这个拜登的时候，努力的想办法解除一些对伊朗的限制，希望再继续，但是就徒劳无功。现在川普2.0又要再开第6次会议了，都是他。哦，刚刚讲的，本来俄罗斯在 G8 里面被他们赶掉了，所以变成 G7。本来是 G7 变成 G8 变成 G7，他现在又说要把俄罗斯请回来，而且还讲说，如果俄罗斯没有给我们赶出这个 G8 的话，就不会打乌克兰战争了。俄罗斯就很满意，在我们的 G8 里面就好了，大家都可以商量嘛，干嘛去发动俄乌战争呢？哦，就是反正讲来讲去都是他讲的哈。来，那个原子。我觉得那个海鲲号，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它赶快可以海测成功了，我们绝对是希望我们的国防可以发展啊。但是今天当然消息出来说它开始有海测，但这其实不是海测，它这个只是这个叫浮测啦，这破港了哈。那接下来还要做水面航行的测试，初步的潜下去，然后还要战斗系统武器发射，一定要做到它能够去作战，才叫做真正的那个海测成功啦。那现在国防部就告诉大家说，预计11月可以海测完成。那我们当然是期待。然后如果真的做得到的话，那接下来就第2艘、第3艘、第4艘就可以继续做下去。那我们还是要重申一下，我们国民党并没有去挡那个所谓的国防预算，完全都没有。上次其实有人整理出资料出来，就是4700多亿的国防预算，它最后只有减列大概不到1%，那其中减列46亿里面有45亿是因为当时跟美国买两款的无人机，那这2款的无人机美方都自己发现说报价太高，所以后来砍了45亿。所以这个部分是绝对没有，大家都是支持国防了。但是支持国防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说两岸可以保持一个交流，维持和平。我们都看到那个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打，它都会有死伤。你的防空系统再强，都是会有飞弹落下来。这件事情是让大家非常害怕，所以国防要发展，但同时两岸我觉得也要做交流。那关税部分的话，现在因为那我们的政府都没有告诉大家说谈到怎么样，不像其他国家我们都知道，像美国、日本都已经谈6轮了，说接下来还要继续再谈。那台湾现在不知道谈怎么样，可是国内经济已经受到影响。今天看到新闻啊，已经有大概超过1000人，现在已经是无薪假。
然后其中又以那个金属那个机电业影响最深。那不知道政府到底有没有因应啊？未来到底是怎么样啊？我们希望政府也要适时的揭露啊，不然的话我们也都不知道要怎么去监督它。我跟这个康哥补充一下哈，因为刚刚云芝讲的方向对，但是有一些细节我跟你补充一下，可能讲不是很精确啊。今天这个是第一次的海测，好，之前6月14号就是这个博港测试最后一次。那因为博港测试里面它有一些机电啊或怎么样问题没有排除，所以已经拖过时间了。观众朋友，不是11月完成，是9月要完成，11月要交件第一艘。好，先跟大家讲清楚。那今天 HAT 的第一次海测，导播现在给大家看到画面，很多军事迷都跑去拍，为什么？因为海测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叫做浮航，第二个叫潜航，第3个叫作战测试。所以今天的那个重点就是开出去。开回来就这样而已，它不会潜下去哦，你也不用在那边等，它就不会潜下去，因为海测的第一阶段就叫浮航，浮着航。但是呢，它要去测试它的那个电瓶测试、进排水的测试，还有它的呼吸管跟它的那个整个航速、回转半径等等，它去做的测试。所以这就是很正常的浮航啦。接下来的话就要潜航，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叫作战测试，因为你到时候还有不同的设定，你要赶快装弹，你要反击，你要怎么样哈？所以这个相关的这个是最基本的海测已经开始了。那按照时程是9月要完成，11月交件。前几天应该说上个礼拜来我们台湾的那个好，就台北政经学院的兵推里面有2位美国的上将，其中一位布莱尔他就有讲。当然，那个世轩你听到的是一种说法，这个布莱尔将军就有讲了，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目前航空母舰已经到了3艘，之后可能还有5艘。他认为台湾是需要潜舰，而且是北中南东各2艘，也就是8艘。那我之前访问李启明将军，他有讲过，没有错，柴油潜舰它是一个比较久的产物了。核能潜舰当然好啊，又安静，又可以不用起来换气，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弄不到核能潜舰啊，所以其实当我们台湾海峡布满了，如果最后有8艘的话，布满了8艘中华民国的潜舰的时候，其实对于可能要进犯，当然希望不要发生战争，可能要进犯，可能要抢滩登陆的军舰，它会有吓阻效应的。所以到底潜舰需不需要，有各种说法。那支持台湾需要8艘潜舰的这样的军事专家还是有的。反正不管了，这时候先把它好好做好比较重要了。他今天这个在海面上走，那是最基本。我开小艇都会在海面上走啊，将来能不能下去上来，能不能作战，那才是观察的重点。休息一下再回来。G7 的峰会啊，在加拿大开啊，那他们讨论贸易啊、关税、中东阴影都笼罩在这个会议的天空上。那这么多国的领袖啊要对话哈，但是呢，川普其实最重要，他跑了回去了哦。那 G7 起草联合声明，希望呢以色列跟伊朗缓和冲突啊，这没用啊。以色列拿台火根本你们谁话他也不听啊。那另外呢，川普就讲了，2014年的时候把俄罗斯驱逐出 G8 是个错误哦。而且呢，他现在要再邀普丁再回来吧，还要把中国也纳入哦。那这不是 G9 了，不是 G8 了。然后说呢，俄罗斯如果还在战争，如果还在 G7、G8 就不会爆发战争了，意思是这样哈。那另外呢，这个各国都希望跟他谈关税。大家都想说跟你谈一下关税，不要搞那么高嘛。川普提前离开，也有可能像原子讲的，川普也知道你们到心怀什么鬼谈，我就先走了。拜，我有重要事情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关税再加上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会担心油价了、天然气的价格等等的，所以呢，第3季的景气看起来是有问题的。而且原来就预期说头半年外销是不错的，但是下半年外销可能急坠啊。为什么？因为很多是提前出货，在你个关税还没有实施以前，赶快先把货出了啊。那另外呢，这个 G7 他们同意强化关键矿产的供应，就不要被中国用稀土来威胁我们自己要产，我们要这个挖啊。那中国的稀土呢，以前是稀土当成那个很便宜的矿石，一吨一吨在卖的，非常便宜。现在呢，居然呢，经过33年，因为邓小平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呢，我有稀土，那所以他们就注意说，稀土很重要，所以呢，现在稀土呢越来越重要。我们看一下。
7大工业集团 G7 峰会在加拿大的卡纳纳斯基斯正式登场。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在2019年之后再次出席 G7 峰会。Our primary focus will be trade and trade with Canada, and I'm sure we can work something out. 今天，川普再次提到，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后，将俄罗斯从 G8 除名是错误的决定。他也认为，如果把中国纳入 G8 是不错的想法。Mistake. Obama didn't want him, and the head of your country, the proud head of your country, didn't want him. This was a big mistake. You wouldn't have that war. You know, you have your enemy at the table. Even I don't even consider him. He wasn't really an enemy at that time. Putin speaks to me. He doesn't speak to anybody else. He doesn't want to talk because he was very insulted when he got thrown out of the G8. Why not have China here, the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Well, it's not a bad idea. I don't mind that. G7 峰会的目的是对全球重大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采取一致行动，但今年峰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来自 G7 成员国，也就是川普的关税政策。G7 成员的共同疑问是，在地缘政治关键议题上，川普会不会和盟友站在同一阵线 We just signed it, and it's done. But th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is fantastic. This is a very good day. 这次 G7 峰会哦，川普提前落跑，固然他有一个这个伊朗跟以色列战争可能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理由，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它也是像是一种预告。这个预告是什么呢？预告就是说这个 G7 会议啊，其实越来越不重要。开了等于没有开，也没有任何结果。你看他们最后什么宣布啦，希望这个以伊战争啊赶快停止干嘛的，有用吗？没有用啊，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跟当年呢这个世界啊7大8大工业国家整个每一年的聚会，然后全部的人都要注意看他们达成了什么样的目标对世界的这个发展会有什么样影响呢？完全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其实川普这个人呢，虽然变来变去，可是他有时候会不经意的讲大实话。他为什么说其实俄罗斯应该参与，或者他中国应该参与？因为很简单啊，你中国不参与，现在世界的很多的问题，有一些人是跟着美国走，有一些人是跟着中国走。那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要解决什么样经济发展的问题、全球产业链的问题吗？那事实上，早在这个川普当选之前，就有国际的学者说，其实现在的这个世界呢，大家必须要面临很可能是 G2 的世界。就是美国一个集团，中国一个集团，两边的这样的世界。但是不论如何不管川普他怎么样改变这些逻辑从整个关税战到产业链的变化，到整个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等等，可以看到现在呢，真的是情况乱掉了。美国呢，也不是他单一霸权可以控制所有局面的部分。那多级的处理，甚至中国大陆呢，早就说你们这些人不跟我玩，那我就自己跟全球南方，我跟金砖各几国，我在自己这边做很多的发展，甚至这个币值的这个数位化的交换啊等等的很多的这些发展的部分呢，它都跟 G7 呢根本是大家已经走在平行时空了，也没有任何的沟通跟影响。那以后这样子的会议呢，如果美国持续采取像川普现在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觉得说你们来跟我谈也没有什么用，他也没有认真的想要在这里头跟这几个国家解决关税问题，因为川普早就讲了，他的团队早就讲了，关税只能够一国一国的单一来谈。川普自始至终，他就是一个喜欢搞单边主义的人这件事情非常的清楚。那他不喜欢搞集团，不喜欢搞联盟，而在现在整个多变的世界，像连 G7 这些国家，有些经济实力也下滑，他也没有当初的实力。到底 G7 经过川普的第2任，他还会不会这个有以前的 power？ 显然是逐渐力量下滑。他甚至呢，在川普结束任期之前，他还会不会好好的存在？我觉得现在可能都会打一个问号。对了，你 G7 当然有些强国，但也有很多国家跟中国、跟俄罗斯比起来都比他们弱的。是，所以这2个国家不在里面，你们就自己同温层取暖，自己讲爽的就好了哈。
那这个到底啊，当然我想这些国家也可能也不会赞成要把中国跟俄罗斯纳进来了，他们自己谈得很高兴哈。那另外呢，美国跟英国正式签署了关税协议，正式签了，之前还是框架协议。川普说我们两国关系非常非常的棒，我们签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协议啊。那基本上呢，就是他的车子，英国输美国的汽车，通通免税哦。那这个同时呢，这个之前是25%哦，之前是25%哦，那现在降下来哈。那另外，但是呢，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呢，只能10万辆，一年只能10万辆哦。我刚刚讲免税不对，是10%哦。英国到美国汽车要10%，那英国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原来是给你27.5%的税，现在变成这个10%，英国觉得我少很多，这是川普的这个招，你知道吗？哦，你欠我10万块，我欠你10万，我不是只欠你5万块，把我们那5万块拿来。那我跟你讲，你欠我5万块，你说我哪有欠你5万块？哦，所以呢，我现在要抽你25%的汽车关税，哇，25%太多了，以前都没有，好吧，那10%好了，英国就觉得我赚到了啊。那另外呢，当然还有什么钢啊、铝啊，什么一大堆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呢？那他们显然谈的还可以了哈，所以基本上，那英国也放宽了哦，美国的什么乙醇啊、牛肉啊进口英国哦也放宽，这彼此都有互惠了哦。但是呢，这个日本就很惨，为什么？英国的车当然做的还不错啦，英国有什么 Rolls-Royce 是英国车哦，这个 Range Rover 是英国车 ，Mini 哦是英国车。这个加挂是英国车，还不错，但是呢，日本车才多嘞，对吧？因为英国车都很贵啊，有几个人买得起什么 Rolls-Royce 啊？哦，那个日本石破茂到 G7 去说呢，想要跟川普谈，但是呢，要谈什么呢？议题期限，他说都不能说哦。那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有责任坚守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不能告诉你我的期限在什么时候，但是现在最怕是汽车，哦，因为日本输美国汽车非常多。我还记得就是20-30年前我在美国管理学会受高级管理训练的时候，突然那个讲师跑进来，好像天下要塌了。我说干嘛那么紧张？说今天就那一天，日本整个汽车的产量超过美国汽车产量。美国觉得不可思议啊，我们是汽车王国，日本怎么它产的汽车的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呢？哦，所以日本的车子在美国卖的也很多啊，哦，不管是 Toyota 啦、Nissan 啦，反正这类都很多哈。所以呢，日本一直希望说呢，能不能把汽车关税不要搞那么高，给我们降低一点。川普不答应，哦，会谈未果，但是呢没有结果。所以呢，如果说汽车关税降不下来，可能会让石破茂让他的党这次选举有问题，石破茂可能会被逼迫下台，哦。所以呢，这个对有些国家来讲，这个关税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严重啊。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